过去这一周，美股的热度真的是一波接一波，降息预期一会儿升温一会儿降温，算力扩张的新闻也不断刷屏，投资者的情绪就在这种反复里被推来推去。再加上英伟达投向英特尔和 OpenAI 的绑定被频繁提及，市场更是觉得又兴奋又有点慌。表面看是一堆新闻交替上演，但如果把它放到更大的格局里看，背后其实就是3条主线：资金流动的方向、产业链重构的节奏，还有市场对估值能接受多少波动的再定价。大家好，我是 Nora， 过去在投行研究部门做过多年宏观研究，我更喜欢从趋势的角度去理解市场。今天我们就借着英伟达的客户结构这个切口，看看一家公司的风险怎么折射出整个产业链和资金逻辑。很多人关心英伟达是不是会被对手追上，谁能在芯片性能或者价格上形成威胁。但真正更值得盯紧的地方，其实不在对手，而在于他自己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客户结构。根据最新的季报，英伟达有2家直接客户，贡献了接近40%的营收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就让人心里一紧。想象一下，一家公司手里只有2个超级甲方的大单，每个月他们合计贡献的收入就是40%。平时看上去很稳，因为合同大、金额高、合作紧密。但只要其中一家流程卡住、收货延期或者付款拖延，公司整个现金流马上就会紧张。这就是英伟达今天的真实处境。那这样的客户集中度会带来哪些风险？第一个就是出货节奏的延后。大客户的环节很复杂，有时候电力接入审批拖了，有时候机柜配置临时改了，有时候预算流程要多走几步。这些看似小的环节一旦卡住，出货就会被推迟。如果你在电话会上听到管理层的口风从进展顺利变成了逐步推进，就要小心了，这背后其实是在暗示节奏出了问题。对于高度依赖大客户的公司，这种变化就像红灯闪了一下。第二个风险是价格压力。大客户在平台换代的时候，最容易提出各种要求，旧款产品要便宜点，新款要多给折扣。对甲方来说，这是合理的议价，但对供应商来说，毛利率就会被一步步挤压。你可以想象，一家公司好不容易在新产品上有议价，结果还没享受多久，大客户就说这次得给我们优惠，否则我们就压货。市场在乐观的时候，对毛利的一个点不会太在意，可一旦进入估值紧绷期，这一个点就可能被市场放大成几倍的反应。第3个风险是回款。大家都知道，大甲方手里的话语权很强，账期要多久是他们说了算，结果就是利润表上看着很亮眼，但现金流却跟不上。这种情况在财报里能直接看到，如果应收账款占营收的比例连续2季上升，而经营现金流相对净利润又在回落，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。这背后其实就是纸面上赚钱，手里没现金。对企业来说，现金流就是血液，这一点不能掉以轻心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担心，这3大风险是不是意味着英伟达就要踩雷了？其实没那么严重，因为这3件事要想同时发生，概率很低。除非宏观环境整体下行，资本开支收紧，客户也在勒紧裤腰带，否则不会叠加成致命打击。更常见的情况是某个季度出现单项风险，然后随着项目恢复逐步缓解，但这不代表可以忽略。短期1到2个季度，我们要盯紧的就是出货延迟和价格谈判，这些在现实里发生的概率中等，因为很多 AI 数据中心的确还在排队接电、改冷却。中期3到6个季度要观察的就是客户依赖能不能慢慢下降。如果从 39% 降到 35% 甚至更低，那风险自然钝化；如果反而继续升高，就要更保守。作为投资者，怎么把这种风险转化为操作框架？我更倾向用3盏灯的思路来解释。绿灯代表节奏正常，毛利稳定，现金流跟得上，就像和甲方合作很顺利，项目跑得很顺畅，这时候你可以稳稳持有。黄灯代表节奏放缓，毛利需要边走边看，现金流有点紧但还能控，就像甲方稍微拖了一下项目，但整体还在轨道上，这时候策略是防守，不要加杠杆，仓位结构稍微分散，保持灵活。红灯代表节奏拖慢，毛利被压，现金流恶化同时出现，就像甲方又压价又拖款，公司手头一下子被卡住，这时就要果断降低风险，把个股的仓位降下来，甚至转到更分散的 ETF 里，先熬过这个阶段。这些信号怎么判断？其实很具体。绿灯时，电话会里管理层还在说顺利推进，财报里的毛利指引写着稳定甚至上行，应收和现金流没有变差。黄灯时，你会听到逐步推进、分阶段落地这种词，毛利的溢价开始回落，应收小幅上行，但现金流还算稳。红灯时就很明显，
连续2个季度应收比例大幅上行，现金流落后利润，电话会语气变保守，客户集中度不降反升，3条信号叠加就是要特别小心的时刻。把这些放进更大的格局里看，英伟达的风险其实和很多国家的经济模式类似，就像一个经济体过度依赖2个主要出口市场，平时看增长很亮眼，但一旦外部变量动了一下，波动就会被放大。对投资者来说，真正重要的是看清楚依赖结构，而不是只盯着增长曲线。理解了这一点，心态也会稳得多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从宏观趋势切入，把复杂市场拆开讲清楚的分析，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会继续一起把市场的脉络看得更清楚。